首先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关于健身与性，你觉得健身能不能帮助性生活？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小萝卜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然后今天呢，我请到了龙哥来我的家务帮，你先介绍一下自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龙。然后他的 title 我也不需要多介绍了。今天呢，很有幸请他跟我进行一个访谈。然后访谈的节目就是你们非常期待的健身与性。首先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关于健身与性，你觉得健身能不能帮助性生活？我觉得可以，不论从功能上面还是从视觉上面，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。视觉方面是吧？我媳妇就很喜欢我身材啊。对，然后喝口水压压惊。那你觉得普通的健身和专业的健身对这个功能方面有没有区别？说实话，我觉得我真的就是备赛的时候，还有跟平时训练，就是非赛季、非赛季和赛季吧。赛季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可能就是赛季的时候稍微身体会累一点，有时候会懒一点。但是功能那方面完全没有影响，而且就是我觉得会更好一点。说实话，有可能心理上的一些作用会多一点。备赛的时候。对我吃的比较好，对，吃的比较多一点。那问一下你，你觉得就是关于饮食方面啊的碳水的摄入高低对这个有没有影响？我没有太在意这方面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那个环境，我觉得到了。I'm gonna need a roadmap. 就自然而然的就是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说实话，这个还是得首先不能累。如果你就是很累，就比如说大重量训练完腿了以后，真的会很累，就想睡觉，也就不想去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所以你是觉得啊，无论是备赛还是不备赛，对你来说饮食没有直接关系，只是跟每个部位可能有关系，对吧？就比如说你练腿之后可能就太累了，但你练手臂完了可能轻松一些。就可能如果你做有氧做太多的话，也有可能会有影响。就一到晚上了，你就会很懒，然后就想睡觉。好，然后对我来说，因为我对碳水还是很敏感的。就比如说我低碳的时候和高碳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。我低碳的时候就很低迷一些，然后高碳的时候我会兴奋一些，尤其是吃完欺骗餐以后，我的大脑会非常的兴奋。就我真的没有去观察，就是我吃多少，然后对我就是那方面有什么影响，我没有观察过。但是就我刚才说了，可能是心理上的作用，我吃完红肉以后可能会更兴奋一点。或者就两个人之间的那种互动，可能到一定的那种感觉了，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那你有没有觉得，打比方，我们都有代言欧利姆？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是客观的来讲一下那些补剂，普通的一些补剂对我们有没有一些帮助？我知道那些天然的促睾补剂，从各种草药啊提取出来的，你觉得这些对我们有没有帮助？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帮助的。我觉得你看，我每次打完以后，真的就直接就会吃那个 ZMA， 因为它里面有那个锌跟镁的成分。ZMA 就对男性可能真的会很重要，就是晚上做完不可描述的事情以后，我会吃3粒，然后晚上睡觉前空腹我会吃3粒，就是欧利姆的那个蓝色的。但我平时还有不比赛的时候，我会吃生蚝，就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一些天然的一些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吃就是一些补剂，就促睾欧利姆有 T100啊，然后现在有 T-Low 的，然后它。比如说，在我休息的时候，如果吃，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帮助。然后 ZMA 的话，我也在坚持吃，然后会帮助你睡眠睡得更好，而且感觉睡得很透彻，然后起来以后精力也很好，也可以帮助你第二天的训练。你会建议别人训练前去生活吗？这个完全我觉得取决于个人吧。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影响。没有，我说是马上就是训练前，然后之后就。但我觉得会有一些影响，因为在生活的过程。也是在消耗热量，也是在运动，所以我觉得练个小肌肉群，我觉得还可以。比如说你要想练个腿啊什么的，或者练个背啥的，我觉得还是练完以后再去弄，我觉得再去弄，对，再去弄，所以那这个怎么形容？怼。
因为我自己尝试过低碳、高碳，对吧？有区别。然后我也试过什么时间段，就比如说我第一次的时候是没有感觉，然后我感觉我充血了20多分钟，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。之后就发现不充血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那不是我平时的状态。然后我在想，我在找原因，我在想，哎，今天我练背我是高碳，哎，不是碳水的原因，哎，说的也很好，对不对？那我后来分析，哎，是不是因为我之前有过性生活，所以说马上训练以后会有影响？然后我再分析这个，然后第二天我又试了一次，是练胸，因为往往我胸的充血感非常好，但是还是有影响，我就发现也是一样，20-30分钟之后，我就感觉，哎，我自己感觉就是有点力不从心了，也不是胸没有力量，就感觉充血感啊，然后我的睾酮整个就是激素全部在下降，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还是不太建议训练前你去啪，因为你的目标不一样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备赛嘛，你备赛你的目标肯定是你要更好的训练，更好的睡眠，你得选择合适的时间，对，去满足另外一半。问题，很多人说大块头的肌肉男出血，你们能证明他不行？我们现在没办法证明，这个都是黑肌肉男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肌肉男是很厉害的，真的。这个，我觉得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是一种传言嘛。对，因为他们可能看比如说比赛的时候，他们穿了一个丁字裤，感觉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就完全没有欲望，然后包括那个时候可能脱水状态，所以就你不会感觉那边会很夸张，但是往往你也不知道他在床上是不是会变得夸张。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人而异，就是每个人不一样。因人而异，不是因为他对是肌肉男，每个人不一样。但是总体来讲，我是觉得会有帮助，因为我说实话，我健身以后才有的女朋友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没有健身会不会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行不行，这个我觉得有很多外在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你在床上行不行。有可能你很长时间就没有女朋友，就是不打，突然就是认识到一个新的女朋友 ，OK， 你一开始会很兴奋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就会可能第一次会很快，但是之后呢，如果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，或者频率高了，我觉得这个时间会越来越长。所以你觉得跟健身没有直接关系？因为我有跟我朋友很多人聊过，我朋友也有不健身的呀，就是他们每次状态跟他女朋友的状态都不太一样。都会跟你讲。对，他也不健身，他就说他有时候时间会很久，会很持久，有的时候呢他就说很快，这个完全是跟他的频率有关系，我觉得。所以跟频率也有关系。对，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，比如说感官上的一些刺激，我觉得都有会影响到你这个时间的长短。可能他女朋友穿得很性感，他可能会很兴奋，然后他就会很快，或者就很多外在因素，这只是打一个比方，就很多人每个人不一样嘛，每个人需要刺激的程度也不一样，所以健身跟这个不健身的人，我觉得就都是因人而异。我觉得聊的可以说是很透彻了，因为我们今天也是满足大家的一个好奇心，也是我拖了半年的一个话题。然后今天有请龙哥，然后一起帮大家解决了你们心中的疑惑，因为我们也是一个普通人，然后其实跟健身有帮助，但是我觉得没有一个最直接一个影响。感谢龙哥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有请一个重量级嘉宾，然后我们要开始我们的下一个话题。好，先有请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柴老师，欢迎。为什么请柴老师过来？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帮过我和龙哥一起备赛过的一个老师，然后同时呢，他帮各种职业运动员也好，业余运动员也好，都备过赛。所以今天呢，讨论的话题就是关于运动员备赛。